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相信大家都曾听说过诺亚方舟的故事。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为了消灭恶人而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水，但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位叫做诺亚的好人，因此他指示诺亚建造了一艘方舟。这艘巨大的船只不但成功地逃过了让人类灭绝的洪水，也带上了一些陆上的生物，让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得以维持下去。很多人都觉得诺亚方舟只是一个传说罢了，但超自然学家塞萨尔在经过研究后惊奇地发现，圣经中的洪水不但真实地发生过，而且保护人类渡过难关的很有可能是来自更高文明的智能生物。有人称他们为外星人，也有人称他们为神。那么那些外星人为什么要拯救人类？诺亚方舟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故事要从塞萨尔这位超自然学家说起。K 姐之前已经出过2期关于拉杜和塞萨尔的视频了，在这里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拉杜和塞萨尔同在罗马尼亚的一个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特殊部门工作，这个特殊部门被称为0号部门。在第1期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布切吉山脉的地下建筑群所隐藏的外星全息技术，以及通往地底世界的3条秘密隧道。拉杜就是在塞萨尔的委托下，将地底世界的有关信息以及0号部门的部分研究记录成册，并在后来出版了6卷英文版本，在西方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看完这期之后去看看那2期。在该系列丛书的第1卷《特兰西瓦尼亚日出》中，拉杜曾指出，由于地下密室是美国五角大楼利用卫星雷达发现的，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罗马尼亚人和美国人达成了合作。在一次考察行动之前，拉杜接到了一个与五角大楼有关的任务，他需要和2个来自美国的军官进行会谈，从而为他们参观地下密室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作为信息交流，2位美国人也给罗马尼亚的0号部门带去了几份档案，其中就有关于诺亚方舟和外星人的探讨。拉杜对此很感兴趣，因此他在征求了塞萨尔的同意后，决定在书中以摘要的形式记录了一些有趣的片段。拉杜和塞萨尔与2位美国军官的讨论十分融洽。在第2轮会谈中，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美军在阿富汗和远东另一地区发现的文物，而美国人当时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了解文物发现地点的历史，并对周围的土壤和地形进行检测。他们打算通过地下密室的未来全息技术来完成。此外，他们还想了解文物发现地的原住民的情况。由于需要进行特别的调查才能回答这2个问题，塞萨尔并没有当场作答，而是选择回答了其他的问题。于是2位美国军官提出了中东地区的洪水问题，也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那场毁灭性的洪水。他们想知道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如何自救的，难道诺亚方舟真的存在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塞萨尔的兴趣，因为塞萨尔曾经研究过那段历史。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圣经以及其他文献中对于洪水的描述，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地球都被水覆盖了。但是对于当时的居民来说，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和周围的环境就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地球的表面并没有全部被水覆盖，而且圣经中的洪水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洪水。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群都曾经历过巨大的洪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灾的广大土地甚至整个大陆都被淹没在了水下。与此同时，很多灿烂一时的文明也被洪水淹没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说中被大洪水所淹没的亚特兰蒂斯。塞萨尔的话引发了拉杜的回忆，他曾在地下室的投影大厅中亲眼目睹过许多关于洪水的画面，例如他曾在全息影像中看到过大片的陆地被洪水所覆盖的场景。从土耳其中部开始，一望无际的水域一直延伸到了叙利亚和以色列。洪水摧毁了沿途的一切，使得拉杜难以分清陆地与地中海的海岸。不过奇怪的是，覆盖在大陆上的那层水并不深，但拉杜目光所及之处，景色都十分荒凉。
只会偶尔在水面上看见几棵树木，或是一座孤零零的神殿建筑。在回忆之后，拉杜不禁联想到了圣经中对洪水的记载。然而，塞萨尔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说，圣经中的洪水和苏美尔人对过去1000年社会演变的描述是一样的。要知道，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500年就创造出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但苏美尔人的后代究竟去了哪里，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塞萨尔透露说，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人们希望被洪水覆盖的地区的动植物不会因此而灭绝，但问题就在于诺亚方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它并不能将所有的动物都带走。可以确信的是，这条船确实建成了，诺亚和他的家人甚至还带了几对动物上船，但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内容相比，显然是非常少的。诺亚方舟的确起到了保护物种的作用，但也仅仅只是在地面上起到了一定的替补作用，而对动物群的真正保存以及之后的复苏，则是来自于太空。听到这里，拉杜和在场的2名美国军官都大为震惊。难道是外星人帮助人类度过洪水大灾难的吗？塞萨尔继续解释了那些外星人是如何保存地球物种的。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里面装满了亚洲和非洲生物的 DNA 样本。这也是那些写圣经的人不能科学解释的一点，因为他们只好说是诺亚在他的船上带走了所有的生物物种。但事实上 ，DNA 样本的采集是由另一个恒星系统的生物完成的，他们也被认为是地球上的神。也就是说，当时外星人用地球生物样本建立了一个生物数据库。拉杜等人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拉杜又提了一个问题：外星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塞萨尔回答说，那是人类的进化，是人类自身命运的进化。他具体是这样解释的：外星人虽然给予了帮助，但人们必须自己建立自己的未来。外星人的贡献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所有生物的 DNA 样本都得到了很好的确认和保存，生物的重生的过程也必须由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后援而发起。因此，在洪水之后，动物物种的恢复依然持续了几十年。2位美国官员当时是不太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内容的，所以其中一人接着问萨塞尔说，这外星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算没有外星人的帮助，地球的动物群和植物群还是可以自我重建的。塞萨尔回答道，在这种规模的大灾难中，某些植物群可以自我恢复，但动物群就无法自我恢复，而会群体灭绝。这一切都是地球进化的必然性。那这是否意味着需要有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来促进地球的进化呢？从塞萨尔透露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宇宙中的事物总是相互关联的。你认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做着特定的事，但其实你所做的事也同时影响着别的事情。当你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大洪水时，就能证明它是必要的，甚至可以导致更高层次的进化。圣经中的洪水所带来的灾难，无疑意味着一场对该地区的不良事物的大规模清洗，但与此同时，它也代表了重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洪水的发生能够帮助生物在进化的规模上有一个重大的飞跃。听完塞萨尔的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他们都在想，洪水无疑意味着巨大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怎么可能是人类进化的跳板呢？为此，萨塞尔做出了下面的解释：进化飞跃的关键必须要考虑 DNA 结构的变化，而这不仅是通过基因工程实现的，也可能是环境变化的结果。就比如在进行民族大迁徙的时候，即使是最稳定的种子，最终也会迁移。食物、气候和地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影响着 DNA， 然后一切都会改变，甚至是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社区、群体甚至整个人口的迁徙，导致了种族的结合和人类 DNA 的多样化。这就好像嫁接植物会影响其 DNA 进行缓慢的转化是一样的。萨塞尔将历史上的人类分成2大类，其中一类已经达到了高度进化，而另一类则在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
因此，第二类停滞不前的人类在进化上要艰难得多。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就代表了对曾经主宰这个星球的生物的粗略分类。在他们的世界里，之所以不能把纯和不纯的种族的 DNA 混合起来，其实就是为了维护那些来自上层的人的优越性。总而言之，当前的人类文明是第二类人的反应，因为毕竟达到高度进化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人。从塞萨尔透露的信息中，我们还了解到，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外星文明对人类的进化进行了干预，他们采取了封锁的形式，想要利用那些高度进化的人类。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一个先进的外星文明想要利用落后的生物呢？拉杜当时对此也十分不解。塞萨尔认为，地球对那些想要控制部分人类的外星人来说是陌生的，这里有很多资源可以被他们开发。此外，这些外星人也需要人类的服务，从而方便他们能够控制地球。他们想把人类保持在接近动物的水准，这才是他们对人类进化进行干预的原因。于是后来，外星人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决定利用人类中的精英阶层作为中介，并将这些人以某种方式与那些外星生物的 DNA 进行混种。这个观点让在场的2名美国军官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塞萨尔接下来的话很好地缓和了当时的气氛。他说，这类外星人对地球的干预也是有限的，因为有一种银河控制是由一些比他们更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不过，塞萨尔也表示，即便如此，那些被控制的精英阶层已经对地球造成了许多伤害。从《失落的地球真相》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作者本人介绍说，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部分0号部门的研究结果。当然，不论塞萨尔的观点是否真实，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启发，那就是即使是再高级的外星文明，也不能对大自然随心所欲，何况是地球上的人类呢？